科学是对热情和迷信毒药的强大解药。一旦任何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私有财产，地主们就会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爱在他们从未播种的地方收割，甚至对其自然产出也要求租金。劳动是所有事物的首要价格，最初的购买金。最初购买世界上所有财富的不是黄金或白银，而是劳动。人是一种进行交易的动物，没有其他动物这样做，没有狗与另一只狗交换骨头。穷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们志向的贫乏。我们期待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注自己的利益。所有的钱都是信仰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能真正繁荣和快乐，如果其绝大多数成员都穷困和悲惨。从怀疑之城出发的路上，我必须穿过模糊之谷。我从未见过那些自称为公众利益而贸易的人做过什么好事。幸福从不对自己的脉搏指指点点。最常见的抱怨莫过于缺钱。对一个身体健康、无债一身轻、良心清明的人来说，还能给他的幸福添上什么呢？对他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自己则少些，抑制自私自利，发扬仁慈的情感，构成了人性的完美。防御胜于富裕，这是那些事实让想象力都感到困惑的案例之一。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终极，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受到关注。对于大多数富人来说，财富的主要乐趣在于展示财富。除了和平、轻税和可忍受的正义管理外，几乎不需要其他条件就能将一个国家从最低的野蛮状态提升到最高的富裕程度。所有其他事物都会随着事情的自然进程而发生。仁慈是女性的美德，慷慨则是男性的美德。美德比恶行更可怕，因为其过度行为不受良心的调节。可怜的大卫·休谟正在迅速逝去，但他展现出的真正的愉快和好心情，以及对事物必然进程的真正顺从，比任何哭泣的基督徒假装顺从上帝的意志时更加真实。伟大的抱负、真正优越感的渴望、领导和指导的愿望，似乎完全是男性特有的，而言语是抱负的伟大工具。劳动是最初的价格，是所有事物最初的购买金钱。能吸收最多事实的理论，世代相传，经历所有观点和细节的变化，持续做到这一点的理论，一定是主宰所有观察的理论。愤怒似乎是自然赋予我们用于防卫的，而仅仅是为了防卫。它是正义的保障和清白的安全。在彩票上冒险买入所有的彩票，你肯定会输，而你的彩票数量越多，你接近这种确定性的程度就越高。交易、易货和交换某物的倾向是所有人共有的，并且在其他任何物种中都找不到。不是通过增加国家的资本，而是通过使更大一部分资本变得活跃和生产性超过原本会如此的，银行业最明智的操作才能增加国家的工业。对工人真正有效的约束是他的客户，是对失去工作的恐惧抑制了他的欺诈行为并纠正了他的疏忽。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
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